异地恋，本来作为女生我就需要安全感，只要一吵架就把原因归到异地恋。他从来不和我好好沟通。我们2个人现在是异地恋，矛盾也越来越多。我觉得现在他离我越来越远，我们2个吵架也越来越严重。我现在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想法。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有同事照顾我，我很感恩，但是他总是疑神疑鬼，有好几次都影响到我和我同事的关系了。本来我们就是异地，他还一点不注意和异性同事的距离，每天都有同事请他吃饭，甚至情人节都有人给他买礼物，我都不知道他把我摆在什么位置。我特别不能理解，他现在真的太敏感。异地恋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真的很多，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我也不知道我们2个人以后该怎么走下去。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冯22岁，来自河南学生，有请小冯，有请。小刘23岁，来自河南，公司职员，有请。你们俩是学模特专业的还是运动专业啊？学表演的。你是学表演的？对对对。哎呀，你这戏难演了，你得有1.86米。你是什么专业啊，姑娘？我们俩一样的。啊，你也是表演专业？对，我是他学姐。您得有1.8米有吧？1.77米。1.77米，加那根儿也就1.8米了。我说2座那个大山就来了，颇有压力哈。学姐学弟啊，个子这么高，颜值也好，干嘛呀？是男生要来是吧？对，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嘛，然后我们现在也谈了2年，差不多2年多恋爱了。然后他现在是已经毕业了，我还要在学校再上1年。他去上海实习，我们已经异地2年了，目前。我觉得就我们之间的感情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这短短的半年时间，我发现我有点看不清他了。我觉得他有些单纯，就是带引号的单纯。不是，什么叫带引号的单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吧，那是学长学姐请我们吃个饭，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是在他去上海实习的第1天，就有一个男同事要他微信，然后中午还要请他吃饭。甚至说呢，晚上还要送他回家。我觉得这挺正常的呀，这属新到第1天，同事对我的照顾一下，我回家就是带我熟悉一下，就是上下班的路线，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他这个男同事有时候早上还会给他发微信，要不要去接他？甚至说他们晚上还会一块儿开语音打游戏。你说他要在工作上就是带你了解一下，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就是在生活上还这么照顾你呢？你想说明什么？你心里有？我觉得他这个男同事就是对他无事献殷勤，就是有目的性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想的多了。我特好奇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之前我们吵架，我们就是沟通过，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就姑娘这些事儿都告诉你了，是吧？对。你现在就有点紧张嘛？对，就是我怕就是这个事儿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嗨。你直接问不就得了吗？你就说话绕圈圈。那男孩对你有意思吗？男同事？我觉得没有。他喜欢你吗？我觉得也不喜欢。你喜欢那男同事吗？更不可能。他要是我俩要真的有啥，我会跟他说吗？行，这事儿不就过了吗？反正要是我的思维，我就是这么个思维。你说没有什么，那基本上你们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开语音打游戏，而且一打就是1、2个小时。我觉得这。那我喊你打游戏的时候，你不一直在喝酒吗？你经常喝酒，你一喝到3、4点，那你也不陪我打，我还不能跟别人一块打吗？那你跟我一块打的时候也没有玩那么久吧？那你跟人家怎么就那么多话说呢？你跟我怎么就没那么多话？而且陪他打游戏的时间都是我抽出来的，他就不能理解我这一点，而且打游戏就生气，有这个特别小的事。什么叫你抽时间陪我打游戏？我觉得，那你健身你咋不说你是？抽时间呢？我不想让你健身，你就天天健身。你不就是怕我练得好看，小姑娘追我吗？我觉得他就是怕这个事儿。
啊，你这个话翻译的特别对，是这样吗？他经常健完身，就光着膀子在那儿对着镜子拍照片然后还发一些就是耐人寻味的字眼，就说什么又是一个人的夜晚什么的，就是好孤独啊，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对象的人。而且我们学妹吧还在下面给他评论说你来找我玩呀，这啥意思呀？你说我看到我心里会舒服吗？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如果我穿着个吊带，我发个朋友圈，我配上这样的文案，那你能接受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多想了。那要不是咱们异地，我会一个人去健身吗？如果咱俩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咱俩就可以一块儿健身。我发朋友圈那就有你了呀。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于我们异地这个事儿上。我听明白，就是男生觉得异地这件事让你很不安，是不是这意思？对啊，女生有对异地不安吗？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平常在一起也会吵架，就是异地的话，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行，所以女生觉得在你们的感情当中，异地不是个问题，对吧？不是太大的问题。男生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好，我们再听男生心中的苦恼。今年的情人节嘛，他老说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给他送礼物。为什么不送呢？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情人节它是特殊时期啊，我觉得什么快递之类的会给社会添负担什么的。对，然后这个孩子心细。我觉得在这种特殊时期，你就安分一点嘛，就意思一下，我给你发个朋友圈，给你发个红包，发个转账什么的。发了吗？发了吗？没有。不，我都11点多了，他还没给我发呢，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那不是要发之前你就跟我吵了吗？你是不是你觉得你朋友圈那些人又是晒人家秀恩爱，又是秀包什么的，你是不是又拿我和别人进行比较了呀？我没有呀，我觉得情人节最起码也要收到一个礼物吧。你有没有收到我送给你的礼物？哎，并不是说郑主任真的，我没有说没有送他礼物，我只是觉得特殊时期，那就特殊对待了。就是想的，只要咱们不是找借口的解释，说我心里有和想，让对方知道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行了。当然，你感情的事儿还是得听他的啊。就不高兴是吧？对啊。啊，男同事有没有发红包啊？没有。男同事有没有送礼物啊？没有，就谈我们一块去吃了个饭，点了个外卖嘛，然后我们几个同事一块吃了个饭。哦，不，你当时跟我说的还送你了一朵花呢，你怎么现在就说没有送礼物了呢？而且你情人节，这也太明显了，情人节请他吃饭啊，他当时那天他还跟我说是同事们一块吃饭啊，后来我了解了是男同事要请他吃饭，他顺便和同事们才一块吃的饭，好吗？那我这不正好是避嫌了吗？我们几个人一块吃。不是这男同事是当时是比如说两种情况，情人节，莎娜咱俩去吃个饭，莎娜说别了，川哥闹什么呀？哎，明娜老师，哎，你们都在，咱们一起去吃个饭，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哎，米娜老师，哎，莎娜老师，哎，于老师，哎，季老师，哎，咱去吃个饭去啊？是哪种情况 ？A 还是 B？A 就有意思了嘛啊！送没送花呢？送。花不算礼物是吧？就是一朵嘛，我觉得就不算礼物对吧？对呀。一朵花是代表什么呢？花不是有语言的吗？一朵花，就一朵花代表什么呢？就是扫码人家就送了，他看不是就一朵花代表什么吗？我不知道哎，真不知道哈，真不知道。所以说我说他就是带引号的单纯，还有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异地啊。我们之前感情其实挺好的，就是他毕了业之后他去上海实习，然后我觉得我们之前这种吵架就不断，这种关系就不稳定。现在是在上海的公司还是？我就是一个工作室。你马上要毕业了是吗？我还要再学习1年。哦，还有1年呢，那你啥意思呢？他还得在上海实习，你是希望他回去陪你读书还是怎么着啊？其实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意思是想让我去上海，因为就是这个寒假嘛，让我去找他。他第一件事就直接就带我去看房了，他们家里准备有在那里定居的打算。哦，他带我去看房，我就意思不就是想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上海吗？让我毕了业去上海。不是我带你让你去看房，这有啥问题啊？你是我男朋友，我不带你去，我还能带谁去？我只是一个大学生而已。上海那个房价，咱两个都清楚是吗？也许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可以，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座大山。我真的，孩子，他跟你说让
来拿钱把房给我买了，说了吗？没有。对，你为什么带他看房？你问清楚嘛，问嘛，你为什么带我看房啊？对，我就是让他看一看，因为我爸妈不是准备移居上海嘛，我们就看一下这边的房子。那你应该跟他说，你说走陪我看房去，我爸妈要到上海定居了，我们去帮他们挑房，说这话了吗？说了。说了你还小心眼儿？他就以为啥？他就以为就是我以后也要在上海，意思就是他以后也要陪我在上海。不，那你以后在上海吗？我以后我爸妈都在上海了，我肯定要在上海。那这理解的没错呀，你这，哎呀，这个姑娘挺会绕人的啊，觉得说明你感觉对了。你想去上海吗？我其实不太想去，因为上海确实这个房价确实哎呀，这不考虑房价吗？想去上海吗？我不太想去，我觉得我要是去上海的话，我的生活。压力肯定是会很大的，然后生活的肯定不会快乐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对他这样说的话，他就觉得我咸鱼，他就觉得我就我就觉得你是不愿意努力的人，你就已经就觉得你给你的人生画上一个不可能的框架呀。你怎么就觉得你不行呢？不是，难道就非要去上海吗？人家没说不行啊。他都不愿意去上海。不是，不去上海不代表我不行啊。对啊，我完全可以在郑州拼搏的呀。而且他在上海还有2个姐姐，他的家庭条件就是说比较好嘛。然后他在上海就完全就压力不会有那么大，所以他感受他不懂我，他不懂我的对于不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人懂你什么呀？你喜不喜欢他？喜欢呀。愿不愿意跟他浪迹天涯？愿意吗？但是上海我不是你有没有？你愿不愿意跟人浪迹天涯？我愿意，愿意吗？他就说上海是我的天涯，你就去呗，这不是很简单吗？但是上海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行，那我明白了。姑娘是不是觉得你乐了哈？你们俩问题其实不是异地，对吧？我觉得跟异地没有1分钱的关系，对吧？我现在理解姑娘什么意思了。我也理解你什么意思了，我就这么问你，他要坚定留在上海，还跟他谈吗？那上海我肯定是去不了啊，那就是不谈呗。对，今天其实就是摊牌嘛，要不然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郑州来，跟我在郑州过我认为轻松快乐的日子，对吧？对，你要坚定留在上海，对不住了啊，你可以有你的男同事，我也可以有我的小学妹，是吧？是这意思吧？对。还真有小学妹啊？没有，对呢，没有，其实没有小学妹，那都是他。行，老师们有什么高招、高见？觉得年轻人在这个十字路口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实际上，这个异地啊，是对感情一个很大的考验，你知道吧？距离啊，它未必都产生美，也会产生隔阂。这里面呢，有男生，你也有你的问题，比如说情人节的时候，女生的男同事都送礼物了，你居然没有表示，你这个正牌男友没有表示，你是不是要给人家让位？再有，我跟这个女生来说，情人节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尤其是你跟男同事出去吃饭，他还送你花的情况之下，虽然你解释你觉得是没有什么，但是你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再有一个，你们2个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异地的问题。男生你太被动，女生想留上海，你只是说你不想留，到底你想要什么？你要说清楚。如果你这么处理，拖泥带水，你们之间只会越来越多的矛盾。异地就会给其他的第三者制造机会，知道吧？所以要赶紧把这个潜在的风险及早的解决。比如说情人节，你赶快飞过去。是吧？宣示一下你的主权，是吧？他的同事再请他吃饭的时候，你说：“哎，我男朋友今天来了。”他们的男同事全明白怎么回事了，是吧？如果你不去，你就是缺位的，那别人就有可能要上位啊！我跟你说，有些男同事明明知道有，他还要上位啊！这事儿也时有发生，所以，来，珊娜老师，女生是假单纯，男生是真装傻啊！请吃饭送回家，这不就是博好感吗？再加上情人节送花，明显就是在追你呀！这点你看不出来，你还装傻呀？如果男同事向你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你默认并且接受了，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了这段暧昧的关系。你再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他之所以到目前还没有转化为你的男朋友，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男同事的条件一定不如你男朋友好，最起码从外形来说。所以你还在考察阶段。但凡有一天男同事所有的举动打动了你的心，你觉得到了那一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男生我为什么说是真装傻呢？啊，都这么危机了，还不管不顾，晚上该喝酒喝酒，该秀肌肉秀肌肉，所以你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啊。那两个人又存在异地的问题，各自不退也不让，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人现在对于感情的问题是有不同见解的。一个人认为异地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人认为异地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感情就大有问题了。异地恋需要具备什么呀？具备抵挡诱惑的能力，耐得住寂寞的定力，来回奔波的财力，最后就是共同规划未来的努力。你们没有一个具备，所以这段感情也就是看时间耗了，谁先耗干净。如果彼此都不想要去紧紧抓住对方的手，那距离就是最大的问题，时间就是解决感情的一剂良药。那边可以开始新的感情，这边就可以放手了。所以未来大家都看得见，你们好自为之。谢谢。哎呀，听他这么一分析，全是汗，你知道吗？这么复杂呢？来，包红兄。确实，女性长得赏心悦目，容易吸引异性的目光。我在想，如果说你女朋友到了魔都上海，她确实吸引了很多同事异性的目光，她陶醉了，她不会坦荡地告诉你她和同事之间这么细节的事情。如果说你不爱她，你也不会今天拖她来爱情保卫战，说明你们两个人心中都是有对方的。但是由于男生的自信出了一些问题，你会把一些正常的事情想得不正常，而且会越想越不正常。再接下来你的认知、你的思维，它同样会不正常。再接下去的不正常就不堪设想了。我匪夷所思的是，一个还在校的大学生，怎么对自己如此的没有信心？你还没有走出大学校门，就认为自己在上海不行。如果你的对象对你还没有魔力，那说明你对他爱的不够深。如果爱的深，不要说是在上海，他就在海上，你也会去。你看你说这段话的那姑娘乐成什么样了？包红兄，我送你一句话：传递生活正能量，特别正能量啊！就是让年轻人首先是要信任，彼此之间要信任。其次传递的其实就是年轻人要向上，要积极的去生活，特别好啊，米娜老师啊。首先，异地不是问题，只要你们奔着一个方向去。你们俩的问题是两个人根本都不想往一个方向去，所以异地一定是问题。第二，假单纯不是问题。我一直都说，女孩子，如果你一上来就那么单纯，你的单纯才是假单纯，因为经不起推敲，经不起任何一点点冲撞。很容易被社会改变了，但如果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沉淀下来的单纯，那才是真正的单纯，保持住了一颗初心。所以不管他给你加了引号或者是影射你有多复杂，都不必去介意这一个。还有刚刚你有讲说，对于这个上海的男同事仿佛看上去有一点不拒绝，但是我觉得可能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讲，有的时候一旦告诉自己认定了这个人就是追我的，我跟他的社交就会出现障碍。但如果我说服自己的是他可能只是欣赏我，并不是在追我，那么我的动作就会跟他在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一些。有的时候不是你明明知道人家追你，故意不承认不是为了拖他，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心能够放松，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朋友的频率。男孩子，我真不喜欢你。你的女朋友比你看上去要懂事得多。对。你呢，这个状态像什么呢？像是个小孩儿，
一般小孩如果在家里失宠了以后，懂事的小孩会表现得很好，获得大人的赏识，重新得到爱。不懂事的小孩就会满地撒泼打滚。你女朋友可以等你长大，可以等你成熟，但是她帮不了你的就是怎么从一个自卑的男人变成一个自信的男人。你的自卑使你怀疑他跟任何比你优秀的男生有暧昧，你的自卑使你一去上海看房子，第一时间就退缩。你退缩的原因，除了因为觉得那个钱是你付不起的，还有你担心女朋友将来的父母家庭对于你会有否定。因为可能你在郑州显得是跟他能够平等，但一旦把你放到了上海，你就会显得怎么都配不起他们。你不愿意去为之努力够上他，你却希望他下来陪你一起回到郑州过你安逸的日子。刚刚你也明确地说了，如果逼你去上海，你宁可放弃女朋友，那么不如你就这么做吧。你把他喊了回去，你也不能够承担起一个男人该承担的样子。一旦需要你付出拼搏努力的时候，你又会告诉女朋友，日子还是应该轻松一点好。所以分了吧。谢谢米娜老师啊。关于爱情的事儿，我们看的太多；关于爱情的话，我们也说的太多啊。但是我发现今天我们关于爱情的话就不怎么说了，尤其是对于这一对儿。我们总结一下人生，女孩你去上海没毛病，是因为你家要去，还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要有独立选择生活的权利，你没错。男生要留在郑州，不代表你没有出息，你在郑州一样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也没错。关于爱情，既然我们青春，年轻就单纯，单纯就是什么？喜不喜，喜欢和不喜欢，爱憎分明。不喜欢了，没有感情了，说出来。我倒觉得你们俩现在分开了，可能对你们俩双方都好。他见更大的视野，大概你以后演戏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演一个失恋的没落，本来还挺优秀的，也挺好，就人生积累嘛。你们自己看啊，决定你们自己做。我们只是把建议放在这儿，就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面对生活的时候能够乐观积极，有股子那么个气儿。你可以认输，输了你再爬起来，再往前走就是了嘛。来，接下来吧，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一起进入真情流。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这次异地，我们闹了这么多矛盾，闹了这么多不愉快。你说你就是要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定居，其实就是这一点，其他的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上海，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真的有点难。我觉得咱俩的，其实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真的不是异地恋，反倒让我觉得你都不愿意为我来上海去拼搏一下。以后我们可能就是不会留在上海，也可能去别的城市，但是我感觉你不能够给我一个能够让我依靠的肩膀。无法将对你的爱变成哎呀，我最后忍不住说一句话啊，或者说一段话，你注意一下啊。年轻的大学生女大学生分配到单位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观察，有一个现象，往往他们会在内心里面特别崇拜他们自己那个异性师傅，因为是吧，那个师傅所透射出的那个职场魅力是特别迷人的那个气息。所以一般会对那个师傅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心的崇拜。如果这个时候她有一个男朋友长不大，或者没有一个小男孩心态的话，往往就出现了最大的问题，就像他现在这样。你知道这个时候不失去他的是什么吗？那个师傅的魅力是对社会的阅读和对职场的理解，那是他成熟的魅力。而对你来说，你身上仅有的东西，我觉得只有一个词，年轻男孩身上只有一个词，叫勇敢。年轻男人只有勇敢是有魅力的。我追你勇敢，我守护爱情勇敢，我连勇敢都没有了，凭什么跟那些老男人去比？你确实也比不过他，对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我是真替他着急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谢谢，请回。哎。